兄弟们啊，找对象你一定要找情绪稳定的人，就算你再爱，情绪不稳定的人也坚决不能谈的。那些车呀、房呀、年收入、外貌长相，那在情绪稳定面前那都狗屁不值的。今天中午吓我一大跳，我们在办公室里有个姑娘突然间进来，一屁股就坐在地上，那嚎啕大哭啊。她是我们这边会员啊，那已经脱单了，哭着喊着说自己被分手了。这种情况我们常见，那谈恋爱不合适那是常有的事情，那分就分了嘛，这个不行啊，咱再换一个。问他具体的事情啊，才知道这个前天周末两个人约着7点钟去吃饭啊，然后看电影。一开始说好分头行动，然后在饭店集合，结果这女方呢半路就嫌远呀，反悔了，想让男士去接。男士就说呀，这个点过去正好堵车，去接他还不如自己打车来。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啊，这姑娘当时就上来脾气了，说男士，如果你心里有我，你就来接，你不接的就是心里没有我。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起来了，最后气的饭呢爱谁吃谁吃，我这不吃了。这姑娘呢当时就提了分手，把男士拉黑给删除。以往这男士啊都会想办法去哄她，这回没有啊。昨天晚上男士就给这姑娘发信息啊，说他人很好，哎呀自己受不了他这个性格，两个人遇到问题一言不合就吵架，那动不动就是拉黑分手啊，整得自己都很累，考虑再三啊决定分手。这姑娘一听啊，气的呀给男士那是连环夺命 call 啊。哎呀，问他什么意思？你谈了你就想跟我分，你这不是耍我吗？谁知这个姑娘就给男士发微信啊，你要是敢跟我分手，我就死给你看。就发自己啊拿着刀子还剪子啊伤害自己的照片。男士这一看吓坏了呀，赶紧打电话回去。这姑娘啊又是一通这个指责呀，那都是你的错。男士为了缓和情况，承认错误啊，也答应他不分手。这姑娘才消停。今天上午这男士啊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个事儿不那么回事儿，又给这姑娘发信息说要分手。不过这次比较委婉，说自己准备去外地发展，真假咱不清楚啊。但这姑娘就觉得你是故意的，这波中午就过来找我们，非让我们给男士打电话。我们劝他冷静一点啊，如果男士屡次提分手，你们俩不如啊当面去好好谈谈。我靠，他接下来的举动啊吓我一跳啊，就是把包使劲往地上扔啊，然后就扇自己的巴掌，边打还边骂自己，吓得我都是目瞪口呆呀。我们赶紧去拉他，劝他冷静一点，他不听，非得给男士打电话。这男士一接电话，他就歇斯底里的喊着今天必须把问题说清楚。男士这语气就比较冷淡呀，说自己太累了，不想在一起，那放过自己吧。男士越这么说，这姑娘声音还就越大呀。男士最后直接是挂了电话。这姑娘啊紧接着就蹲在地上抱头就痛哭啊。我们好几个人轮番安慰啊。就在我们以为情绪好一点的，突然之间他就跑到我们那个阳台上面啊。我们整个那个阳台是半包，而且是10楼，他真的敢往上跨呀，迈开步子就往上爬。哎呀，把我吓得呀，赶紧喊人，有个男老师赶紧把他给抱起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吓坏了。你说说这种人你怎么敢娶回家呀？哎呀，那是狠起来连自己都打，连自己命都不珍惜的人，哪天你被他嘎了你都不知道。脾气大过天，要死要活的，那都是从小被家里惯的。吓得我们赶紧报了警。警察对这事儿人家也没法呀，劝两个人好好谈谈，那能在一起在一起，不能在一起那就换人嘛。这种人啊我以后是坚决不服了。情绪不稳定的人，你服务你就是害别人。我是真心的劝你们啊，一定要远离情绪不稳定的人，不论男女。那些情绪不稳定，连自己脾气都控制不了，都是些自私的人。遇到问题只想自己的感受，欺软怕硬，从来不考虑别人，他只会跟你抬杠。说话喜欢绝对化，不给别人留后路，也没有倾听能力，只管着自己输出啊，从来也不看别人说什么。他们脑子里就一个想法，我永远都不会错，错的永远都是别人。处理问题要么歇斯底里大吵大闹，要么就极端的用暴力去发泄，摔东西自残去逼别人就范。和这种人相处啊，不是他疯就是你疯啊。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我凭什么我要去惯着一个连情绪都控制不好的人啊？结婚和谈恋爱完全不一样，一旦选错，你这辈子就完了呀。再爱也不能找情绪不稳定的人。散会。今天唠嗑局啊，给人介绍对象这事吧，我也有很迷茫的时候。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啊，前2天的时候有一个客户啊给我打电话，他说啊姐，你得帮我介绍对象，我这辈子都能记得你。哎，我一听啊，一辈子可别用啊，我要是一辈子被人惦记啊，我那睡觉都不踏实。我问他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情况，他张口就说呀，我99年的没工作，就是帮父母看看店之类的。哎，我很好奇啊，问他看什么店。哎呀，他问我呀，你是问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目前我们家在全球啊100多家店。哎呀，那一瞬间啊，我是真的以为他在吹牛逼啊。小伙子，这人得诚实，你想找对象光靠说虚的那找不来好的。他听了之后啊，就跟我说我在质疑他。我说我不是质疑你，是我能接触到的这个层级这么高了，突然来个金字塔的顶端，我要不质疑你啊，那就说明我现在还在做梦游呢。他说姐，你要是说我骗你啊，那我确实骗你了。我家除了很多店，
还有很多的产业遍布全球，小到纺织，大到信息产业。哎呀，听得我呀，那咱是不服呀！我也是从小在村里骑牛长大的人。这小伙子边跟我聊天，边呼呼的给我发一堆照片，在我耳边嘛，我那手机在我这声音边上叮叮叮的响。打开一看，哎呀，开劳斯莱斯的，坐直升飞机的，国外哪个山滑雪的，头等舱5星级套房的，还有一堆在秀场和明星的合影。那一瞬间突然觉得是我肤浅了，还是我见识少了呀？我这会儿是真的信了，然后就特别疑惑的提出了我的问题：你都这么个条件了，你想要啥样的呀？他娓娓道来，我要求不高，人只要看着顺眼，性格好，家里有个几个亿就行。哎呀妈呀，咱这一听完呀，你这不纯纯要我的命吗？你这几个亿让我给你介绍几个亿的，我有那人脉圈子，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他能跟我混吗？我说呀，我这人能力有限，介绍不了。他说他的圈子里该见的都见了，不是他看上别人的，别人看不上他，就是别人看上他的，他看不上别人。相亲整得特别抑郁也很自卑，想找一些新鲜的资源。大兄弟，你要自卑我怎么办？钻地缝里呀！要我给你找几个亿的，那太难为人了呀。他说那放低要求吧，几千万的也行。我问他是现金几千万还是估值几千万，他来了句那肯定是流动资金的呀，那要是固定的，那几千万的人太多了。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完了。好歹呢我也认识2位，我问他有个姑娘比你大3岁行不行？他说不行，我哄也得愿意哄个年龄小的。有个同岁的，家里在国内是做服装电商的，他说不行，两家的实力不匹配，圈子也不容。然后我又突然想起了有一位家里条件很好找我做情感咨询的女孩子绝对的白富美。她一听很是开心很愿意我就把她的照片给了这个女孩子人女方就回了一句没眼缘，拒了吧。完了，我已尽力男士听完呢很是郁闷，我又不差钱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哥们儿，你不差钱人家也不差钱他们要么想找个比自己能力还强的，要么找个自己更加喜欢的，要么你就找个差钱他的眼里只有你。男士不愿意我还是希望能找个身家几个亿的，有合适你就告诉我。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我那许愿池的上档次了，几个亿的让我介绍几个亿的，哎呀，这许愿池这么大的格局从来没想象过。谁说有钱人天天开心他们也愁为啥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的。相亲面前大家起点都一样的，你有钱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这一瞬间感觉世道有时候还真挺公平。有一位哥们给我打电话，差点让他给气 ICU 去请相亲对象吃了1年的饭呢这手愣是没牵上呀。我的天哪！男士呢是95年的，在学业上面是很有成就的一路读到了博士，搞科研的。这学术有研究并不代表着其他方面你就可以全面发展，尤其是男女点事那哥们儿是一窍不通去年呢有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女硕士，98年的，人家姑娘不止学历高长得好看，一颦一笑之间那都吸引着男士刚见面这男士还挺不好意思的，因为觉得自己矮嘛，怕女方看不上。这女孩子就说了一句身高不能衡量一个人的优秀。这句话一出来男士更加的心动你看长得又好看，说话又体贴，情商智商双高真要娶回家，祖宗得高兴的蹦高暗自下决心说啥子也得给他拿下。于是开始了一到周末就约这个女孩子吃饭，人姑娘的基本也都出来，有时候忙就给拒绝了，这男士就亲自给人送饭去有2次这姑娘没来觉得不舒服，这男士亲自做饭显摆了一手，给她送上门了。这外卖好这姑娘不好意思就收下了。这一收下，男士就更有信心了呀，开始研究厨艺鲁菜湘菜东北菜，人没追到手一个博士都快成了大厨了。认识了快大半年男士想表白但是不敢呀，饭也吃了有几十次了，这姑娘的态度还是不冷不热的，他心里就不清楚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呀？这整天就在那琢磨又想着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回事就让这个媒人问一下女方有没有意思跟他发展一下情侣关系。人女方回复那干脆利落就6个字人还行再说吧。这模棱两可的答案，男士愣是想不明白，也没人教过他怎么谈恋爱，他就去网上去请教那种情感博主人博主教他了，你得找个黑灯瞎火的地方故意拉他手试试，不甩开你就喜欢你了。于是他就照做了呀。结果呢约女方挺顺利，吃完饭呢也还行，但这个吃完饭这女方直接要回去，坚决不散步男士没法呀，开车送回去吧。这路上手心就冒汗任老师教了你得拉手于是他就故意找了个红绿灯停的地方一把就拉上姑娘的手。这姑娘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把他手推开，说了句你好好开车吧。男士就懵了，这啥意思呀？不是马上甩开还关心我让我注意安全十有八九是喜欢我的。于是特别有信息的放慢节奏又追了这个姑娘半年
基本这一年的周末，这姑娘的饭他都管了。前2天啊，男士父母就催婚了，老大不小，连个媳妇还没有，男人就急了呀。哎呀，前天啊，这个周6吃完饭，他直接问女孩子：“我们俩可以做男女朋友吗？”哎呀，人这姑娘一听啊，呀，我不喜欢你的呀。男士一听急了：“你不喜欢我，你不早说呀，我都请你吃了1年饭了。”这姑娘赶紧找补呀：“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嘛，那吃饭不很正常吗？”觉得男士啊，他不适合做男朋友，还是算了吧。气得男士找我吐槽啊，追了1年了啊，饭都吃了好几万了，约会分文不出也就算了，偏偏态度这么高冷，一表白呀，还是爱答不理、模棱两可的那种死样子。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追1年啊？看不上你的人才让你追1年的，你还美滋滋以为人家只是和你相处时间短，在考验你呢。大哥大姐啊，咱都相亲了，牌都明着打了，还在玩的情窦初开呢。我以前就跟你们说过啊，相亲那些让你们追得很费劲的人，绝对是不适合和你结婚的。什么样的人合适啊？他不用你花钱买很多礼物去追，也不用你去百般殷勤的去对他说尽各种的花言巧语，只要你对他展露一丝喜欢，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应你。但凡那些让你送包送项链又送钱的啊，铁公鸡1毛不拔，趁你的还理直气壮的去埋怨你的，这种人才不靠谱。找个看不上你的，即便他妥协你的条件，你能得到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的，往后余生只有无尽的痛苦，结了也得离。哼。